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凯西，伍德的 ARK Invest 在过去10年中亏损了140亿美元，即使在牛市中，该基金在投资公司中亏损最多。尽管市场整体表现良好。下面这条，机构 Glass Lewis 建议丰田股东在6月份的股东大会上反对重新选举董事长丰田章男，因董事会不够独立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参议院计划在6月份提出法案，规范人工智能在音乐和电影产业的使用。该法案将阻止未经授权使用人工智能制作相似度极高的肖像或声音。这项努力正值好莱坞人工智能紧张局势的新阶段。接下来，摩根大通 CEO 迪蒙表示，计划在未来3到4年退休。目前，女高管玛丽安·莱克和詹妮弗·皮普萨克被视为其继任者的领跑者。让我们关注。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主席卡什卡里表示，美联储应等待通胀取得重大进展后再降息。他认为需要几个月持续的通胀数据才能让他相信降息的时机合适。如果通胀未进一步下降，美联储甚至可能加息。下面这条，上个月，苹果 iPhone 在中国销量暴涨 52%， 因零售合作伙伴大幅打折。苹果和中国经销商自2024年初以来一直在降价，并且这些优惠将延续到6月18日的购物节销售期。让我们关注东南亚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支出增加，成为投资者寻找科技股替代品的热点。电力公司、IT 服务、电信和半导体行业受益匪浅。低成本和全球芯片产业链优势使东南亚成为数据中心新兴中心，有望超越中国成为非美国第2大数据中心提供商，为供应链企业带来多年增长周期。下面这条 ，GameStop 因发售股票筹集超9亿美元而飙升近 25%。此前，该公司因股价下跌而陷入困境。该公司打算将所得用于收购和投资等一般公司用途。接下来，美股期货周二上涨，科技股表现亮眼。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 0.1%，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上涨 0.2%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 0.1%。投资者关注将于周五公布的 PCE 通胀数据。美联储官员警告称，只有数据显示通胀确实降温，才会调整政策。最后这条是 T-Mobile 以44亿美元收购美国 Cellular 的无线业务，包括客户、商店和 30% 的频谱资产。此举将改善 T-Mobile 的覆盖范围，并产生约10亿美元的运营费用和资本支出成本协同效应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